进行己之道，退养己之权。如果我要进要行要去当官，那一定要实现我心中的道。可以说为了弘道，我可以舍弃一些东西而迁就这个社会。如果当官出仕并不能弘道，不能实现我心中的理想，我就不会去当这个官。不当官也就不用舍弃自己的某些宝贵的东西，就可以保全自我的具足本性。我不用舍灵龟，我也不会忘记避于丘园，退出你们这层剥与层颠的官场权谋，养我一身正气，全我具足灵性，这就是退养己之权。既谓之异地，胡为乎不坚？之是到什么地方去，既然还没有到异地去，为什么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本心本意呢？那么异地是指哪里呢？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把易训为容易，异地就是容易到达的境地，这是对比前面说深极峻极之地，这是人们认为的艰难之地，与难地相比的就是异地。第二种是训易为改变更改，引申为别的，既然还没有到别的环境，还仍在自己现在的这个安贫乐道的安乐窝里呢，胡为乎不坚？为什么不坚守自己的本心而退养己之权呢？人们常说一头不落一头，指的是既要又要的时候，往往什么都得不到。在这句诗里，邵雍说的异地，即便是训为别的地方，但别的什么地方呢？归根结底也还是要回到本诗的核心权字上去，就是那种也许可以当官而不必通权，或者也许不必当官就可以弘道的机会。这种机会在儒家的眼里叫天时时运。治平3年，邵雍56岁时写诗表达过对时运不济的深深遗憾。他说：当年有志高天下，常睹前书效谢安，非止不才能退没，故嫌长恨得时难。并不是只有不才我一个人能安于隐逸的生活，古往今来的许多贤人都很遗憾难得时运呐。他64岁时又写诗说：功名实事人休问，只有2行清泪开。可见功名一直是邵雍心中那一粒不曾熄灭的火种啊。在局势未明、前途未卜的情况下，轻举妄动、妄想美梦，这就是不坚的表现。其实不妄动不妄想并不难做到，真正难的是坚守自己的具足本性，坚守自己的道。即便是在如此人随不堪忧的极度贫苦中，这无边的苦海邵雍已经历了，他现在只剩下自己的道和本性了。如果连这些都不再坚守了，那么他将一无所有，所受过的所有苦也没有了任何价值。这就是一位明智的人在面对诱惑，在面对有客的引诱和画大饼时，该始终保持的清醒头脑。敢为客之说，曾无所取焉。人们流传邵雍一生不对别人说难听话，而他自己一生因贫苦都在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拿人手短吃人嘴短。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，邵雍似乎是一个老好人，不惹事的人。事实也可能确实是这样，但这样的老好人形象往往让人误会他没有风骨。在这一句诗里，不但体现了诗人的风骨，也表现了诗人为人办事干脆利落、极有主见的风格。虽然前面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但拒绝最怕不清不楚，给人留下永远无法兑现的希望。曾无所取焉，承接前文，你把我批得体无完肤，一无是处。在此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你，你那套话我一个字也不接受，你的那套客之说里没有一丁点可取的，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字。这句话的语气之硬，让人不免怀疑竟真的出自邵雍之手，所以拒绝就斩钉截铁，明明白白，不要拖泥带水。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年邵雍极为真性情的一面，这在邵雍的诗作中是极难得的。此后
自他的父亲和弟弟接连去世后，邵雍的内心始终笼罩着浓浓的悲伤，他的诗作就再也没有如此性情而无顾忌的时候了。比如熙宁6年，邵雍58岁时，他的弟弟邵牧无疾而死，邵雍极度悲伤地写下了伤心吟绝句：不知何铁打成针，一打成针只刺心，料得人心不过寸，刺时须刺10分深。